因为让老公发了秀恩爱的朋友圈，我被老公的女朋友误认为小三暴打，他们带着直播团队，扯着横幅直奔我家，嚷嚷着小三必成，正义必胜。我收藏的名贵的珠宝首饰包包，字画古董古籍成了他们泄愤的牺牲品。他们剃我头发，在我的脸上写骚货2个字，就连我的小猫都逃不过他的魔爪。后来渣男贱女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求我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我故作无辜，你不是不让我做手脚吗？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直播间里万人刷屏打小三，举着横幅的，举手呐喊的，一个个群情激愤，小三必成，正义必胜。最前面的是一位穿着白色裙子的长发女生，有点眼熟，她那张脸对在镜头上显得有些扭曲，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口水仿佛要透过屏幕喷到我脸上了。家人们，我跟我老公马上都要办婚礼了，那贱人却看我老公有钱硬往上贴，他以为出卖自己的身体就能过上好日子啊，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家人们，点点关注啊，咱们今天一起打小三。刚睁开眼就刷到这样的直播，真是让人精神一振。不过这镜头一拉远，我倒是认出来这个人是谁了，这不是之前被我辞退的保姆李梅的那个女儿吗？当初我可没少在家里的监控看到这张令我厌恶的脸呢。我打开老公的微信，发了一条语音：老公，你还记得李梅吗？老公几乎是秒回：李梅，她出狱了。那倒没有，是她女儿，好像遇到渣男了。真是人见自有天收，你别天天看那些没营养的东西了，你可不许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哦。老公给我回了无语的表情包，我回了个老公亲亲的表情包。起来洗漱完毕，就听到有人敲门，只是这帮人怎么瞧那么眼熟呢？这不就是直播间的那帮人吗？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左右开弓，连扇了我几10个嘴巴子，眼前模糊，耳朵嗡嗡响，嘴巴、鼻子都有猩红的鲜血流出。你干什么？我勉强扶着墙才站稳，声音破裂：怎么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是你们小三勾引男人的手段吗？眼前的李雪有了重影，我感觉嗓子眼儿有一团血堵着，再一张口，鲜血喷出。我在身上摸着手机，神经病，报警了！可立马就有人过来把我手机抢走，狠狠摔在了地上。你他妈还敢报警！我被2个人按着趴在了地上。李雪走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谁不知道顾晨喜欢长发，你为了勾引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咔嚓咔嚓，碎发满地。就在这时，一直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我的猫咪福宝不知从哪里突然冲了出来，它圆睁着眼睛，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嘴里发出愤怒的呜呜声。福宝想要救我，眨眼间，福宝猛地扑向李雪，锋利的爪子一下子抓在了李雪的胳膊上，她的胳膊瞬间破皮，鲜血直流。李雪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福宝，狠狠地把他摔在地上。该死的猫，也敢来坏我的事！福宝惨叫一声，李雪又抬脚踢向他，一声闷响，福宝又重重摔在地上，他浑身抽搐，叫声凄惨：不要伤害我的福宝！我绝望地大喊，可李雪一刀就砍在了福宝的后背上，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声，鲜血汩汩流出。福宝，我瞪大了双眼，心像是被千万把刀狠狠绞着，无尽的悲愤几乎要将我吞噬。李雪却张狂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如恶魔的低吟，令人毛骨悚然。你竟然为一个畜生哭得这么伤心，真是没出息！他的眼神中满是疯狂与恶毒。
我看着福宝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的怒火燃烧到了极点。福宝要是有事，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会让你生不如死。这句话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他不为所动。是哪只爪子抓伤了我呀？不如4只都砍了吧。福宝是我捡的一只流浪猫，记得那天下大雪，我在街边的角落里发现了它。它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它时，才看到它那小小的身躯上满是伤痕，尤其是后背，皮都被人割了一块，伤口触目惊心。我心疼不已，把它带回家后陪它治疗。只是身体的伤好得快，可心里的创伤难以愈合。它被人虐待，对人充满了敌意。为了治愈它，我每天都轻声细语地跟它说话，给它准备它爱吃的罐罐，晚上把它的小床放在我的床边，希望在我身边它能睡好。后来它就不睡小床了，变成了挨着我脑袋睡。我给它取名福宝，是希望它每天都泡在福气里。福宝对我而言不只是一只猫，它是我的家人。死猫！李雪抓着福宝的后脖子，朝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了2下，鼻血立马就从福宝的鼻子里。他痛苦地呜咽着，身子不停地颤抖。看着福宝被李雪这样伤害，我的心都要碎了。那一刻，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挣脱了按着我的那2个人，猛地扑向李雪，将她撞开，一把抱住了福宝。福宝，别怕，妈妈在这。我紧紧地把福宝护在怀里，血染红了我的白色衣裳。福宝感觉到了我的气息，舔了舔鼻血，又舔了舔我的手背，然后乖乖地蜷缩在我的怀里。白色的吊带从我的肩膀滑落。你可太不要脸了！你爹妈怎么生出来你这种玩意儿？你穿成这样是想勾引谁呢？他抓着我的头发，迫使我与他对视。我动弹不得，瞪着他。这是我家，我想穿什么穿什么，你他妈还敢瞪我？李雪用手使劲地戳我的眼珠，我疼得眼泪直流，拼尽全力想要挣脱他的束缚。放开我！香烟在我眼下持续冒着浓重的白烟，那烟雾向我扑来，熏得我眼睛干疼，喉咙发痒。你家让你住就是你家了，早知道不搬家了。这一搬家，保姆女儿都分不清楚大小王了。他突然猛地把手中的烟硬生生地摁在了我的肩膀上，顿时一阵刺痛袭来，皮肉烧焦的味道久久不散。我浑身直冒冷汗。你个疯子！我骂他，更恨不得吃了他。我看你就是一个爱被别的男人看的骚货，那今天我就好好满足你。有2个男人上来就扯我的衣服，睡裙被撕烂，露出躯体，魔爪伸向我的内衣。他们动作格外粗鲁，砰！内衣的盘扣被他们解开。直播间网友的评论快速闪动：哇！今天直播间的兄弟们有眼福了呀，这腿可真白，真细，真直啊！卧槽，大雷，这比博主有滋味多了呀！博主那干瘪的身材，没几个男人会有欲望吧？在场的人也个个看直了眼，他的那些小姐妹也开始攻击我，真矫情啊！给谁看不是看啊？是只有男人能看吗？我们姐妹不能看吗？平常怎么勾引男人的呀？给我们表演表演呀，让我们姐妹也学习学习。我拼死护住最后一点尊严，羞耻与愤怒，绝望中呐喊：你们给我等着！我说的是真的，可他们却在笑。尖锐的高跟鞋踩在我的脸上，鞋尖戳到了我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快瞎了。福宝挣扎了一下，他伸了伸爪子，想把踩在我脸上的鞋子打掉。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安静下来。李雪笑得张扬跋扈：你能把我怎么样？他一脚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腹部，我感觉肚子一股刺痛，然后就感到有鲜血从我身体内流出来。
我感觉之前的旧伤口在撕裂。你们这帮混蛋，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我家捣乱，你们这是犯法！犯法！法律保护的可不是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我不是第三者，怎地？有脸去做那不要脸的勾当，却没脸承认了是吧？李雪把手机正对着我，手机上是2张我跟顾晨的照片，一张顾晨单手搂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在我的下巴上比了一个对号的姿势，一张我亲吻顾晨脸颊的照片。昨天我跟顾晨结婚3周年，他忘了送我礼物，我就让他发了2张照片到朋友圈作为补偿。你有顾晨微信？我跟顾晨都是常年不发朋友圈的人，没想到还真炸出点东西。要不是昨天我盯着顾晨发的朋友圈，他是不是还要分组啊？那是不是我又要被蒙在鼓里了？我为什么没我老公微信？我看着那2张照片，觉得有些可笑。这照片上的人是你老公？李雪一脸正义。当然，你这个小三就是没遇到过什么好男人吧？这么爱抢别人老公，真是犯贱，真他妈搞笑。听说过撞衫的，没想到还有撞老公的，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老公？我尽量保持冷静。李雪简直要气炸了。我瞧着她脖子上的那条项链，珍珠配蓝宝石，这不就是我丢的那条吗？是李梅偷的。不对呀，我定制这条项链的时候，李梅已经离职了，那就是顾晨偷了我的，送给了小三。我无奈地笑了笑。你笑什么笑？抢男人很光荣吗？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顾晨会跟你在一起吗？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玩物而已，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冷笑。你赢了？你说他是你老公，你有证据吗？你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要证据是吧？你给我等着。李雪在他的手机上敲了又少敲，然后扯着嘴巴笑了，之后就把手机对准我。是他跟顾晨的聊天记录，那个头像确实是顾晨。他给顾晨的备注是宝贝老公。刚才我给顾晨发消息问他李姐的女儿之后，顾晨立马就给李雪发了消息，是一条18秒的语音。老婆，你起床了吗？你今天不会出门了吧？你要乖乖听话，你身体还没好呢，在家好好休息，等我下班就去看你。是顾晨的声音。如果刚才看到头像我还有所迟疑的话，那这语音却击碎了我的最后一丝疑虑。顾晨还给他发了一个老婆亲亲的表情包，跟我平常给他发的老公亲亲的表情包还是一套。我突然觉得恶心。追我那4年，风雨无阻给我送早饭的男人，结婚这3年没有让我做过一次家务的男人，承诺爱我一辈子的男人，扭头管别人叫老婆。我的鼻尖一酸，心里一阵苦涩，就像吃了甘草片，连舌头尖都是苦的。以前我咳嗽，妈妈总是让我吃甘草片，我有点想我妈妈了。没什么说的了吧？李雪收回手机，一下把我推开。她往前走了2步，环顾了一下四周，哼了一声。弹幕疯狂吐槽：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这吊顶得有6、7米吧？这吊灯是不是施华洛世奇的那款呢？我靠！墙上的那幅画我在国外参加拍卖会的时候见过，好像最后拍到了3000多万。那沙发上的包包是爱马仕的白房子吗？操，这包比我家房子都贵。爱马仕里装的是菜。卧槽，卧槽，卧槽！用爱马仕买菜。他沙发上扔的是迈阿密的挂脖连衣裙吗？那裙子我昨天在店里看到了，要2万多。那架古筝是昆明吗？当有钱的人小三这么爽吗？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呗？博主，看你直播很久了，怎么在你家没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啊？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男主都把钱给小三花了呗，这也太过分了吧！
自己老婆过得一贫如洗，小三却在这享受。要是我就把这些全砸了，就是毁了，也不能便宜了这个小三。李雪看着弹幕的怂恿，眼神变得凶狠起来。她挥了挥左手，昂起那精致的下巴：“姐妹们，给我砸！这不会让我们赔吧？”李雪却格外不屑：“赔什么赔？这里的一针一线都是我老公的，怎么砸怎么砸，砸了我们再买，我们家有的是钱。”那10几个人一窝蜂地冲进了我的家里，花瓶、雕塑、珠宝首饰被他们砸的砸，摔的摔，毁的毁，还有的趁别人不注意往自己兜里塞东西的，简直强盗。不多会儿，有人捧着一个匣子向李雪炫耀，这匣子藏的严实，想必是宝贝。别碰我的项链！我用尽全力嘶吼着，李雪看都没看，只说：“砸！求求你，发慈悲，把它还给我！”我挣扎着，扯到了肚子上的伤口，很痛。李雪把匣子高高举过头顶，盯着我，跪下来求我。我没有丝毫犹豫，她却笑得癫狂：“你可真贱啊！在这栋别墅里，它可以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却最为珍贵的东西。10年前我爸爸去世，我妈妈留了他一捧骨灰。去年我妈妈去世，我也留了妈妈一捧骨灰。我把他们2个人的骨灰合在一起，做成了这个项链。每时每刻我都戴着。每当我感到孤独无助时，我都会轻轻抚摸着这项链，仿佛能从那微凉的触感中汲取到力量和勇气，仿佛父母并没有离去。我不顾一切地向前伸出双手，试图去抓住李雪拿着项链的那只手，可她一个抬脚就把我踹倒在地。我重重地摔倒，疼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砰！项链破碎了，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疯狂地爬过去捡地上的碎片。就这么一个小小项链，你都跟见了财神爷似的！李雪继续骂道：“看来我老公也没给过你好东西吧？”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项链。我这项链1条能买你100条，顾晨对我可比对你好多了，骚货！说着，他指使身边的人将我拉住。李雪拿起一支笔，走到我面前，在我的脸上用力地写下“骚货”2个字，并拍下照片。以后再让我抓到你缠着我老公，我就把你这张照片发到网上去，不知道你爸妈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呢？他得意地笑着，我绝望地哭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噗嗤！透明的黏腻的液体迎面扑来，胶水顺着我的脸颊缓缓流淌，周围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寂静得让人害怕。我试图抬手抹去脸上那令人作呕的胶水，却发现双手也已被粘住，动弹不得。2张100元人民币和1张50元人民币落在我的脚下。买张火车票滚！再让我在这看见你，下次泼的可不只是胶水了，该滚的是你！嘴挺硬，李雪阴狠的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针，一步步朝我逼近。细长的银针朝着我的嘴唇刺了过来，1针、2针、3针，我痛得浑身战栗。在我的记忆深处是浓郁的血腥味。住手！黑暗中似乎有一道光，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了闺蜜兔兔，还有远处的警鸣声。我已经报警了，你们谁也逃不掉。有人慌了，可李雪依然说：“我铲除小三是为社会除害。”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捡起地上的剪刀，朝着李雪的脸刺去，鲜血喷到了我的脸上，伴随着李雪的尖叫。我从抽屉里拿出结婚证，摔到李雪脸上：“你他妈才是小三！这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李雪惊恐尖叫着，那声音仿佛要冲破房顶。剪刀无情地往下一划，刺啦！裙子瞬间一分为二，
李雪的身体就这样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这是假的，顾晨不可能骗我。李雪面容扭曲，眼神中满是绝望与癫狂。呵呵，我抓起李雪的头发，一剪刀接着一剪刀。你想死啊，你这个贱人！她张牙舞爪地反抗，我直接一剪刀抵在她的胸口，她瞬间安静。直播的那帮人想跑，我直接拦住，昂首挺胸地走到镜头面前。各位网友，我叫江新月，我爸爸叫江海洋，我的妈妈叫杨云。卧槽，江海洋！我以前只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这个名字。江海洋，给我们学校捐款的人就是江海洋，我有幸见过一面，跟他确实有点像。杨云也给我们福利院捐了不少钱呢。搞了半天，这是企业家的女儿，我不信这么好的父母能养出来这样的女儿，我也不信。听到他们提到我的父母，我心里一阵酸涩，可又觉得自豪。我爸爸妈妈那么优秀，我也不能丢他们的人。李雪的母亲李梅女士曾经在我家做保姆，在这期间，李雪多次趁我不在家来我家偷用我的东西，甚至还偷拿我的东西。至于我跟顾晨，我把结婚证举到镜头前，我们相恋4年，结婚3年。这期间我一直秉持本分，做一个好女友、好妻子。没想到他竟然背着我找了别人。Oh my god， 博主才是小三。以前我就怀疑博主老公那么有钱，怎么没见他用过什么奢侈品？我之前问了，他还骂我抱抱美女姐姐，美女姐姐贴贴。你胡说八道，这结婚证是假的，肯定是。李雪破防了，我朝李雪走了2步，她以为我要打她，吓得双手抱头。可我只是用力扯掉她脖子上的项链，这个项链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是我找专门的珠宝设计师定制的，价值2000万。还有，李雪，你身上这条裙子是香奈儿5年前出的旧款吧？是多少钱买的呢？李雪眼神慌乱，支支吾吾了半天。我忘了。那我告诉你，5万。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这条裙子就是我的，是你妈在我家做保姆期间从我家偷走的。不是的，你胡说八道。李雪红了眼睛，伸手又想打我，我一个闪身，李雪趴在了地上。你妈李梅在我家做保姆期间，你没少来我家吧？李雪倒在地上，死不承认。你胡说。山海路海滨花园2栋09号，熟悉吗？那是我另一处房子，也是你经常光顾的地方，不是吗？不，我不知道那个地方。随便他嘴硬，可我最懂杀人诛心。顾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给你买，你不会真以为他爱死你了吧？我突然捂着嘴，故作惊讶。哦，我忘了，顾晨哪有钱啊？他不过是个赘婿，挣每一分的钱也都属于我江家。就在这时，警笛声由远及近传来，警察迅速冲进了现场，控制住了局面。而随警察一起来的还有顾晨，他穿着我早上为他精心挑选的西装，站在光芒里。如果不是李雪，他或许会一直站在光芒里。去年妈妈去世了之后，我就更依赖他了。我每天晚上想起父母就难过的哭，他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我。你还有我呢，我也是你的家人呀，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可如今看着他站在那里，我心里却满是苦涩。看到我这样，他眼睛里满是惊惶无措。李雪挣扎着爬到顾晨脚边，哭喊声震天：老公，你终于来了！这个女人折磨死我了，你救救我！顾晨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直接走向我。老婆，对不起，我错了。这一声老婆直接把李雪的心理防线给击垮了。或许这个时候他才接受那个结婚证是真的事实。你他妈有老婆，
你不早说，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让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我本来工作干得好好的，是你招惹我，哄着我去陪一个又一个合作方，我替你签了那么的多单子，挣了那么多钱，你竟然这么对我！顾晨没理他，脱掉自己身上西装，大踏步向我走来。别碰我！我吼道，随即抬手扇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是为了我的真心被辜负，不是李雪配不上你，而是你配不上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顾晨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清晰的掌印，他的眼神充满了痛苦和愧疚。对不起，他低声说道。我反手又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是为了我父母。我妈妈把公司交给你，你就是利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谈合作的。当时顾晨要娶我，我妈不同意，她觉得顾晨家是小地方来的，跟我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都不太一样。我们俩将来结婚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有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我甚至觉得妈妈是嫌弃顾晨，还怪他嫌贫爱富，跟他冷战。在我眼里，顾城就是很优秀的人，就像妈妈说的那样，顾晨他是从小地方来的，但是他却能跟我考上一样的大学，这证明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在学校里他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的形象，生活朴素，圈子干净，也没有谈过什么女朋友。唯一做的一件跟女孩子有关的事情，就是坚持给我送了4年的早饭。他在我眼里自然是最好的男人，比那些贪图我的钱财、贪图我的人脉的男人都要好。因为顾晨从来不问我这方面的事情，我给他带一些小礼物，他都会拒绝，有时候拒绝不了，他就会把同等金额的钱给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送礼物的时候，忘了把价签拿掉，他是收到了礼物之后才看到的。为了还我钱，他竟然打了1个学期的工。当时的他是那么真诚，或许只是我以为的真诚吧，可能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比收到那份带有价签的礼物更早。或者顾晨就是看准了我爸爸不在了，妈妈又有病，所以才挑中了我。可我当时一心为爱冲锋，又被顾晨蒙骗，自然傻头傻脑的。为了跟顾晨在一起，我跟妈妈没少吵架。后来妈妈病情加重，不久就去世了。这其中难道没有我的过错吗？妈妈去世了之后，顾晨就提出让我安心备孕，而公司也被他一手接管。看如今回头看，都是早有预谋啊。本来我以为深爱我的男人，却为了一个垃圾背叛我。本来我以为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可是公司在他手里，业绩却每况愈下，员工们也纷纷抱怨，内部管理混乱不堪。他没有把我爸妈留下的公司照顾好，也没有把我照顾好。顾晨的头被打得偏了过去，他缓缓转过头来，嘴角溢出一丝血迹。你打吧，只要能让你消气，怎样都行。消气？你找李雪这么一个没素质、没道德、没修养的人来恶心我，你还让我消气？对不起，老婆，是我鬼迷心窍。我冷笑一声，鬼迷心窍，这就是你的借口？你把我们的感情当什么了？把我又当什么了？顾晨一脸痛苦，老婆，我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谁给我机会呀？要是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再认识你这个垃圾。这时，李雪在一旁大喊大叫：顾晨，顾晨，你为什么求他？你不要我了吗？你告诉我，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你的房子对不对？你不是什么赘婿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他胡编乱造的。够了！顾晨大声喝道：李雪，你别再胡搅蛮缠！李雪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顾晨，你竟然帮着他说话，你能不能闭嘴啊？
真他妈听见你说话就烦。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样？李雪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明明是你先对我甜言蜜语，现在倒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顾晨看向李雪的眼里满满的都是厌恶。你少在这里狡辩，要不是你主动投怀送抱，我会犯错。你没良心！李雪歇斯底里地冲过去，却被顾晨一脚踹开。哼，你的付出，你不过是贪图我的钱和地位罢了。顾晨无情地回击。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顾晨和李雪为什么能搞到一起了。他们都是那么的自私，都是那么的不讲理。我的目光看向地上的那幅我从国外拍买回来的画，这部画大概3000万。然后我又看了看那个碎了一地的青花瓷的瓶子，那个瓶子是我爸留下来的古董，当时市值2个亿，现在应该不止翻了吧。还有那个书架上的书，大部分都是古籍善本，价值不可估量。还有这满地的珠宝和包包，都是奢侈品，也具有收藏价值。我觉得我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估价。他们开始慌了，这是真是假都不一定呢。就是呀，再说了，这也不能找我们呢，我们只是来帮忙的，这都是李雪一个人的事儿。对，都是李雪让我们干的。警察同志明察，珠宝首饰我都有发票，画有正规的拍卖手续和鉴定证书。那青花瓷瓶也经过权威专家的鉴定。至于书架上的古籍善本，只要请专业人士来，真假自会分明。你们现在试图狡辩，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他们一个个面如菜色，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我对警察说，我家里有监控，他们做了什么都拍得清清楚楚，请警察同志秉公处理。警察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好，女士，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依法处理。顾晨和李雪还在不停地争吵着，警察不耐烦地呵斥道：“都安静点，有什么话到警局再说。”他们被警察推着往前走。顾晨着急地冲我喊：“老婆，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可是你老公啊！老婆，老婆救我，我怀孕了！”突然，李雪大声喊道，现场瞬间一片寂静。我有那么一刹那的发愣。我跟顾晨结婚年，他竟然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3年，整整3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我喃喃自语。顾晨也愣住了，脸色变得煞白。什么？你怀孕了？这怎么可能？李雪咬牙切齿。你想不认账？我怀了，我是孕妇，你们不能抓我。警察皱起眉头，严厉地说道：“不管是不是孕妇，违法了就要接受调查处理，别想用这个当借口逃避。”直播间网友一阵唏嘘，这个李雪居然想用怀孕来逃避法律制裁，想得美！希望警察能严惩他们，给原配一个公道。因为头发被李雪毁了，我直接剪了短发。福宝幸亏送去的及时，得以保住性命。想到他差点就离我而去，我心中一阵后怕，同时对李雪和顾晨的怨恨又增添了几分。我和兔兔拿着证据去派出所，李雪毁坏我家的财物，能计算出来价值大概有15亿，还有一些无法用价值衡量。警察同志，您看看，这些都是李雪和他那帮朋友们发疯时破坏的东西，那些名贵的古董花瓶、限量版的艺术品，还有我珍藏多年的珠宝首饰，全被他给毁了，损失大概有15亿。兔兔也在一旁补充道，还有一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那是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初跟着他们来砸我家的人，一听要赔这么多，都互相推卸责任。这事儿可不能怪我，都是李雪撺掇的，明明是你先动手砸的，
别把责任推给别人，我那是被你们带偏了，我以为是正义之举呢。少来这套，你就是想趁机捞点好处。反正我不赔，让李雪自己赔。是李雪让去的，也是李雪让砸的，让李雪赔。李雪疯了，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是我家的狗吗？你个臭娘们，竟然还骂人！这会儿怎么不听我话了？不是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吗？那快去死啊！去死吧！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警察无奈扶额，都别吵了，你们都参与了违法活动，一个都别想逃脱责任。听到这话，他们顿时安静下来。我们又将一叠厚厚的资料递给警察，详细的说明着每一项损失，并递交了顾晨婚内出轨的证据，还有挪用公款的证据。那些照片、聊天记录、财务报表，无一不是他们罪行的铁证。原来我妈去世后，顾晨就出轨了，终于不用装了是吧？想到这，我就恨不得把顾晨大卸八块，以告慰我妈的在天之灵。我妈才走，你就做出这种事，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顾晨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对不起你。兔兔呸了他一下，狗男人，你对得起谁呀？顾晨不断磕头，声音带着哭腔。老婆，我对不起你。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再也不犯浑了。李雪更是满脸泪痕，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不能帮帮我？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笑，孩子又不是我的，凭什么道德绑架我？再说了，你不是不让我做手脚吗？我怎么帮你啊？不过我可以大发慈悲告诉你2件事：一，你妈进监狱是顾晨的杰作；二，前几天他抢了别人的一口馒头，被打死了。李雪听后，整个人如遭雷击，身子晃了晃，险些瘫倒在地。她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顾晨，嘴唇颤抖着：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我妈是因为你。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痛苦，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恨意。顾晨脸色煞白，李雪疯狂地扑向顾晨：“你这个恶魔，你还我妈！还我妈！”顾晨暴躁地一脚踹在了李雪的肚子上，瞬间鲜血顺着她的大腿根流了出来。李雪痛苦地捂着肚子倒在血泊里，她晕过去之前，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顾晨，这可是你的孩子。而顾晨却朝我扑过来忏悔：“老婆，你饶了我吧，我出去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现在李雪的盖子也没了，她还要在里面关一辈子呢，再也没人干扰我们了。我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曾经的夫妻情分早已烟消云散。多年后，我坐在豪车里，正准备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商务会议。车辆在繁华的街道上平稳行驶着，突然，与一辆收废品的3轮车直冲过来。我皱了皱眉，司机赶忙下车查看情况。当我摇下车窗，却惊讶地发现，那骑3轮车的竟然是顾晨和李雪。没想到经历了那些事儿，这俩人还在一块。顾晨穿着破旧且沾满污渍的衣服，头发凌乱，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无奈。李雪也是一脸的憔悴，曾经精致的面容如今被风霜刻下了深深的痕迹。看到是我，他们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和羞愧。顾晨嗫嚅着嘴唇，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李雪则低下了头，不敢与我对视。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心中没有了曾经的怨恨，只是感到一阵唏嘘。我对司机说道：“算了，没什么大碍，让他们走吧。”豪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的后视镜，我看到他们望着豪车离去的方向，
久久没有动作。也许他们在这一刻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曾经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沉重代价，而我迎着阳光继续奔赴属于我的精彩人生。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